哇，这前面啊，这路都已经被淹了，你看。难道过去啊，白素贞真的在这里面修行了几千年的时间吗？好窄呀，这个洞口。这个区域啊，稍微可以站直一点了。哇，唐僧快来救我！师傅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少僧。你看上一次啊，我们去探寻了青城山最古老的那个佛教圣地，而且我们也都知道哦，青城山下呢，白素贞洞中千年啊，修此身。那当年这个白素贞啊，究竟是在哪一个洞里面修的法呢？有人说啊，是在天师洞，也有人说呢是在圆明宫，当然还有人说啊，其实是在那个废弃的仙人洞。那这个仙人洞啊，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洞？里面是否又隐藏着什么仙人呢？那今天我们的故事啊，就要从这里开始。这完全就是一条越野之路哦，公路已经全部都塌了。前往这个神仙洞啊，大概需要2到3个小时的徒步的时间吧。因为长时间啊荒废，所以这个路啊已经变得不是特别的好走。而大约是1992年的时候吧，这个地方呢，它就已经修建好了。最早是一个旅游景点，后来慢慢荒废以后呢，然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模样吧。但是最大的亮点是，那个神仙洞里面啊，好像听说是有很多的妖魔鬼怪，而这几十年的时间呢，就一直守在那个洞里面，听上去啊，还蛮玄乎的。不过这条徒步之路啊，走起来真是蛮累的，你看中间全部都已经坍塌了，它是不能通车的。刚才我就把这个车啊停在底下，一路啊都是这样的非常荒的路。不过我感觉曾经啊，好像还有那种越野车呢，在这里来越过野，也不知道能否平安的开出去呢？你看这里这么大的一个坑。就要这样啊，一直徒步2到3个小时。哎呀，想一想啊，应该是蛮艰难的。你看，我在地上啊，发现了像头发一样东西，这样的，就在这个深山老林之间啊，不知道是谁的。这里就是青城后山了。这青城后山啊，一直以来呢，就有很多的传说。
而且也有特别多的小路啊可以登山。所以在山上呢，不仅是一个健身的小道吧，而且还能看到很多的古迹。而我们要去探索的那个仙人洞啊，也是曾经的一个溶洞吧，听说好像还蛮深的。我们这又是在山中寻古啊！今天青城山的温度啊，还不是很高，大概在32、3度吧。刚才下面有很多人啊，在那个河边玩，小溪边吧，在游泳啊，在划船。看上去还蛮好玩的。以前还是旅游景点的时候，这里应该是可以通车。不过这个会车啊，应该是很难，因为这路啊一点都不宽。像是汽车的那个护板一样，也在这里啊。被刮破了，你这里还有，嘿，你看对面，这就是青城后山了。感觉看上去怎么样？有点累哈。已经走了20几分钟了，什么都没看到。底下的大爷说要走3个小时，如果下来的话，那不得到晚上了，因为现在已经下午快1点了。早上的时候找这个仙人洞啊，走错了，走到一个旅游景点去了，那个地方车很多，所以耽误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。现在虽然这个上面呢，它是叫仙人洞，但其实我也不知道啊，是不是这个地方啊？因为这里的仙人洞好像还蛮多的。这里面有点黑哦。哇，这前面啊，这路都已经被淹了，你看，这完全是水坑啊！哇，这得有20厘米左右了。
前面应该会更深，而且这是稀泥。那我们就从旁边这里啊爬过去，怎么样？可以。那我先过去啊。可以用手拉着这些树桩。好，我过来了。怎么样？来，继续给我。沿这条路，继续往前走。这里有红色的布，像是雨衣一样。谁的雨衣？这个青城山啊，这山顶上面呢有很多的泉水，传闻呢是常年啊不会干枯，因为这里的雨季啊非常的多吧，一年四季几乎很多时间啊都在下雨，所以这个泉水呢就一直往下流。你刚才周围呢有很多的小溪，也让周边呢致富了吧，变成了一个可以吃喝玩乐的地方。风景啊很秀丽，能看到吗？我们已经走了快要1个小时了，底下就是清晨风光，感觉怎么样？山峦叠嶂，是不是非常漂亮？走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啊，我想我总算是找到这个仙人洞了。你看，它就隐藏在这个石壁的底下，你看这周围全是茂密的植被，而且下面我感觉啊还有很大的一个坑，就像是一个天坑一样。这个仙人洞上面啊，并没有任何的名字，但是呢，在洞口这里啊，站了一个女子。你知道她是谁吗？不知道哎，感觉也不像是仙人。不像仙人啊，这该不会是传说中的白素贞吧？也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，不过也不太像啊，因为这个颜色应该是掉了，不知道是哪一位神灵。但是你看这下面啊，供奉的这些香烛呢，特别的奇怪，竟然呢都没有烧。现在就是这样啊，这洞口了。难道过去啊，白素贞真的在这个里面修行了几千年的时间吗？好窄啊，这个洞口。对，非常的狭窄，而且我感觉还蛮阴森的，因为这个洞口啊都已经塌陷了，因为上面在滴水嘛。嘿，有人吗 ？Hello， 走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洞口啊，全是稀泥，稍微慢一点。很多地方啊，都在渗水，哇，好多的蚊虫。注意哦，这稀泥很滑。嘿，有人吗？哇，这是什么？很多虫啊，不是蜘蛛。
是不是像蛐一样的？哇，还跳来跳去的。哇，蝙蝠，小心，上面还蛮多的。这里面啊，就是一个天然的石壁，很狭窄，但是呢，又很幽深。你看，上面的高度啊，大概有4米左右吧。是，就挂在这里的。嘿，小朋友，让我们过一下。来，我们稍微从侧面走，从它的旁边，不要打扰到它了。因为我这个设备啊，它在比较黑的环境底下呢，可能不一定拍得出来啊。所以今天这个洞里面啊很黑，大家只有将就看一下。哇，天然的崖壁啊，上面全是蝙蝠。里面感觉滴水声越来越重。对，到处都在渗水嘛。注意蝙蝠。天然的崖壁啊，看一下上面，底下这里也是木头，上面在滴水哦。哇哇！小心，你的脚你看我脚，陷下去了，哇，一脚啊陷进去了。踩到那个木头上。对，还好，不算特别的深啊。踩到木桩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好，怎么样？蝙蝠啊，非常的多。哇，一路啊，全部都吊的是蝙蝠，哇，太多了。这就在我们的左右两边哦。啊，我不敢得。也掉了这么多，来把身体啊稍微蹲低一点，稍微蹲低一点，我们这样慢慢的往前面走去看一下。你看里面，这可是一个天然的山洞哦。说这里面啊，有很多的妖魔鬼怪，应该就是那些蝙蝠吧。但我其实并没有看得到哎。有蝙蝠精倒是蛮多的，上面有个红色的字，写的什么？什么心中？有点窄哦，得蹲低一点了。这边有个岔道，看一下这个岔道啊。哇，岔路还蛮多的。从这个主洞去看一下。这路啊不太好走，因为地板呢全都是这种大石块。而且还有很多的泥巴，哇！嘿，我们进来参观一下好不好？来，让我一下，不敢动了。我感觉好像以前还有人在这里睡过觉吗？
还是做什么事情？放了一些，哦，应该不是睡觉了。你看，放了很多的塑料袋。这里面越来越窄了哟。这水啊，特别的清凉。我们现在必须要把身体呢蹲得这么低，才能往前。因为这里面啊，它比较潮湿嘛。非常的深。这里面啊很冷，它和室外的温差至少在10几度以上了。怎么样？这个区域啊，稍微可以站直一点了。是一条裂缝，只能容纳1个人，因为上面啊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路的，上面就是石壁。对，地上还有很多的这水，应该还有地下暗河，稍微注意点。这地上的水很深哦，稍微扩大一点。崖壁啊，越来越窄了，我不知道。我这个体型啊，能不能过去啊？我只有试一下。因为我的体型有点大。哎呀，哎，这个脚好像被卡在里面了。这面过去啊，那地方有很多的水，而且再往里面呢，越来越狭窄了。虽然这里面感觉到特别的深啊，但是也不知道通向什么地方。现在我这个体型啊，真是太难过去了。我只能试一下。每当走到这么狭窄的地方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上一次啊，去那个冯太后的陵墓，也是钻不进去。哎，我感觉我不行，因为我，哎呦。因为我确实啊，这个体积稍微大了一点，这中间又很窄，稍微等一会儿。哇，太窄了！啊，我有一个想法，看一下我能不能从这里爬过去试一下。太滑了，前面是感觉可以通过去，但是这个缝隙啊太狭窄了，我钻不过去啊。哦，有点滑，只能是这样。我把我的背包呢取下来以后啊，这样拎着再试一下。
仙人修仙的东西很大一点。好，我再试一下啊。要不你帮我拿一下背包。刚才我还说啊，我从上面翻过去，但看来太困难了。因为它底下是一个很深的水坑。哇，你已经被挤在石头了。哇！唐僧，快来救我！师傅！哎呦！师傅！哎呦！太大了，太窄了！哎呦，不行了！不行，你太胖了。不是太胖，是我发现啊，来，你把机器拿给我。等一下我。因为果然啊，来到这里以后呢，那个底下啊，就是一个非常窄的一个缝隙了。我觉得是小孩的话都没办法钻过去。大家看一下，怎么点到这个啊？稍等一下，我转过去给大家看一下。大家看一下，这里啊，看到了吗？这走过来啊，是一个竖井，是往下了。但是我们并没有任何专业的工具。所以到这个地方，我现在是被卡在这里了。稍等一下，我稍微换一个姿势啊。大家看到了吗？是从这样下去的，那个地方已经没法过去了，感觉是一个竖井，不知道还有多深。嘿，有人吗？上面其实还蛮高的，但是往下到这里就是往底下走了，然后这里就特别的狭窄，已经钻不过去了，除非是绳降。确实啊，到这个地方呢就没办法再往下面走了。说当年啊，白素贞呢就是在这个洞里面呢修法，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她具体啊在哪个地方修法，而我现在还被卡在这里了。再想往里走，只有变成一条蛇了。没错，也许真的是变成青蛇以后啊，才可以继续往底下走啊，这是蛮遗憾的。而这个洞穴啊，为何会废弃啊？说是因为跟这个08年的汶川地震有关。当年地震以后啊，这洞穴慢慢的就废弃了。不过即便啊它没有废弃，从外面走进来的话，我觉得最多啊，像这种正常人走到这个地方，也就到头了吧，真的是没法再往里面走了。不过说到里面有很多的妖魔鬼怪啊，我好像也没看得到哎，不知道他们已经是修成正果了，还是说又是刚才那些蝙蝠精呢？不知道啊。反正在这个里面啊，真是蛮难过的。从洞口走到这个地方啊，其实走不了多长时间。我觉得我们最多啊，也就只走了300-400米吧，也许还不到300-400米。反正洞口啊是挺窄的，走进来以后就一路啊蹲着，然后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卡在里面。好吧，那我们真的得出去了，要不一会儿我真的变成孙悟空了，那就完蛋了。好，走，我们撤了。哎呦，我得慢一点，真是很狭窄。你看地上这么深的水，你能帮我拿一下吗？你把那个我的背包帮我放在地上。地上都是水。对啊。好，我得跨过来呀。这里啊，非常的狭窄。Oh my god！ 还好我今天早上没有怎么吃饭，要不然的话就完蛋了。哎呦，这个体积稍微再大一点的人，真是没法过来。哇 ，Come on！ 因为这里啊，它也是没有信号的，
一旦出现问题的话，求救啊，都没办法的。好了，那这个仙人洞啊，也就是这样了。那我们现在原路返回。来，背包给我。来，帮我拿一下。太窄了，这个地方。哇！蝙蝠也比较多。好，我们原路返回了，有点狼狈啊。好，现在我们得原路返回啊。是一个天然的洞穴。好像现在没有看到蝙蝠了。做什么？哦，我以为你还要跟上。我在等你啊。哇，里面一股寒气。这温差是很大。这蝙蝠啊，全部都飞到那个后面去了，所以我觉得那个里面应该还有很大的空间。这里有吗？哦，这个洞很小嘛，到那个地方就完了，并不深。走。来，我走前面。吓我一跳。这个蝙蝠比我们上次看到那个蝙蝠要小多了。哎，主要是站不直啊，必须这样蹲着走，这是一件挺难受的事情。像这样的一些石头啊，还挺漂亮的。哇，上面的水啊，感觉越来越大了。稍等，这个地方好像还有一个岔道，去看一下。哦，也是越来越早，到那个地方就到头了。我又得退出来了。看似好像有很多岔洞啊，其实走了一会儿，到头了。走了挺久了，因为我们是蹲着在走嘛。好，走到这木条这里来了。踩到木条上面，刚才我就陷下去了。
蝙蝠的巢穴。看这小家伙还在睡觉。我们快要走出去了，这里一个地方。哇，出来了，看到天空了。怎么样？还可以啊。来，你走前面，再看一下这个仙女还是谁呢？出来了。这个洞啊，没有想象中这么惊艳，因为里面既没有看到白素贞，也没有看到各种妖魔鬼怪。除了那个主洞以外啊，它有一些分叉的小洞，但是那些洞呢，又感觉到走了几步以后啊，就那个洞口越来越窄，就不太像是人能通行的了，更像是一些妖魔鬼怪或者说是白素贞通行的地方。不过啊，我也是尽力了。走到那个主洞最深处的地方的时候呢，你看我都已经钻成这样了，但是再往前面走啊，却是一个竖井，也不知道那个竖井底下又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也没有任何的装备啊，所以应该别有洞天吧？别有洞天啊，所以也是蛮遗憾的吧。所以你看，今天走了这么长的时间啊，2个多小时的时间，就是为了来找白素贞，但是呢，一无所获。好吧，那这个仙人洞啊，也就是这样了。那我是阿三，我是小四。现在呢，我们在这个古老的仙人洞，那我们的旅行啊，又将继续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好，走吧。也不算遗憾吧，我想我们也找到了白素贞的藏身之地。